两岸之间的沟通管道中断，但美中关系的沟通管道总算捡起来了啊。布林肯在访问了中国之后呢，结果这才刚结束行程，居然拜登突然又开始呛了。习近平是独裁者哦，而习近平会那么不高兴，是不是说他觉得布林肯去那里被对待的方式不满意吗？还是得到的结论不满意？他就突然就公开的谴责习近平，说他会那么不高兴，是因为我击落了间谍气球。而习近平还不知道他在哪里啊，还有里面很多间谍的设备，对独裁者来说简直尴尬透了。记得吗？布林肯要到中国访问之前那段时间，拜登的说法不一样哦。他说，并没有办法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是个间谍气球啊，这个有什么问题？结果现在一回国，难道是没有要进一步下一步谈了吗？不是 APEC 还要见面吗？发生什么事情？至少有个重点哦，就是没有办法重启军事对话。本来第一首要目的就是希望在国防的对话上面能够重建双方的沟通管道，但显然北京方面没有同意，所以他说他多次重启美中军事沟通啊。布林肯说，为了要减少误判风险，北京拒绝，所以感到很遗憾。来看看外媒的几个报道，包括了他说美中关系进入冷和平阶段 ，CNN 说中美仍然有危险不可逾越的鸿沟，也就是说并没有真的融冰。而法新社说美中着眼稳定，但是基础空洞，恐怕会引起下一次的危机吗？那德通社直接是说中美没有办法重启军事对话，是布林肯访中失利吗？美国前国安副顾问他的评论认为，这次的行程呢，中国对美国是叫做外交吐痰、呸脆的意思了拜登对于中国的总体策略呢，究竟是什么？是自取其辱吗？那么在中国驻美国的记者说，为什么布林肯急着要访华？那要宣传成果，看到这个记者会上的画面，就是一回国马上记者会要开始，结果居然很难得的画面，居然是记者早就到齐，时间几点钟大家很清楚的，现场还在做准备，还在烫国旗，这么急着开记者会啊，发表他的访中成果，是在于经济因素。经济选票、担心美债啊等等的摊牌，那还是他这样的希望于美国人民选战快要到了，到底接下来解决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有办法在拜登任内以经济的层面来重启合作？这变成是接下来拜登的难题。只是他现在拜登 APEC 能不能跟习近平重启合作对话不知道，现在又开始呛虾，也不知道这个手法软硬用在哪里。经济学人怎么评论呢？光经济议题，美国在亚洲贸易已经失去优势了。经济学人评论，全球化崩溃是在往回走的状况之下，要获得亚洲商业影响竞赛拉开序幕，所以美国推 IPEF 失去优势啦。那么中国的 RCEP 反而在供应链上面优于预期好吧，布林肯现在又有刚走完。美国又有新动作啦，又宣布了中国计划在古巴建立新训设备所家里的后院这个新设备的训练所让他们华府警觉，距离佛州海岸只有100公里。驻扎让他们觉得很危险，而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立刻回应，希望有关方面把精力用在有利于增进互信、地区发展稳定的事情上面。所以呢，看看这个地点是特别由美国方面的媒体所披露官方的说法古巴当然跟美国这里的军事基地的话，就会相当的接近好吧，那南海的部分最近仍然有相当多紧张的一些军事演习或相关行动，其中山东舰。国防部说，山东舰编队在6月21号的时候，在台海之间路过这一次呢，国军还是用所谓监侦的手段简派适切的兵力来监控，而日本也一样日本的护卫队出云号也停泊在越南，甚至传出来中越万安滩的冲突之后，越南也赶快大量的采买上百枚的反舰导弹准备要开始迎战吗？所以战争的风险在越南、印度这方面也有这个感觉危险情势拉高的风险，而当然俄罗斯的跟乌克兰的战事还没有停，俄国的太平洋舰队也出现在南海演习，发现有敌军的舰艇，所以在南海这一块一直都不太平静，而中美也还没有办法重新建立沟通管道。教授，我觉得以前台湾有个老番颠我想很多人都还记忆犹新，就是那个人是谁就是一张嘴美国也有个老番颠就是拜登也就是那一张嘴。这张嘴真的会坏事。之前布林肯要去中国大陆前美国真的是求爷爷告老奶奶，
什么身段啊，什么姿态啊都摆出来了，能够低就低，能够摆就摆。然后呢，还派了他的这些助手们，想络绎不绝的到中国大陆，就是希望，之前苏立文还跟王毅在维也纳还谈了很久，想办法，就是希望能够促成这个会谈。而且在这个会谈中，布林肯还一直希望能够在11月份的 APEC，跟习近平能够会见拜登，希望能够安排见面。那老番颠就是老番颠，一张嘴又坏事了。这张嘴一坏事因为一般来讲，国家元首不要轻易的骂，不要轻易的用不雅的文字。那拜登犯了这个严重的错误，那这个可能美国又要花很多时间去修补要修补其实也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对美国人来讲，他的筹码越来越少，也就是说，他能够用的筹码其实几乎都快用尽了。从高关税、高关税再高关税，然后在科技战，然后在能够用的军事战、外交战，什么战都用光了。现在的筹码真的太少了，对美国人来讲真的是束手无策，而且相当有可能都会爆发南海的冲突，所以布林肯才会说军机飞得这么的近，军舰飞那个开得这么的近，都有可能擦枪走火，而且都有可能打起来。而现在任何通话的管道都没有，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看到情况是越来越不利。那美国也没有准备好跟一个这么块头的中国大陆来干一场架，美国根本没有准备好。所以在这个情形下该怎么办？其实他唯一的办法就是说，希望能够修补跟中国的关系，然后能够中国大陆不要再卖美元了，然后多买一点美国公债。你看现在中国大陆的美国公债又反手在卖了，上个月在买，现在又开始在卖。那这样的情形下，如果再卖多一点，那美国该怎么办？美国现在第一个月要开始发行1000多亿的公债，接着还有1000多亿的公债，这样子才能够弥补它的财政缺口。谁是最大的买家？其实满手美元的，那当然是中国大陆。那你想想看，这个老番颠，我都不知道他在玩什么哈！一下子又肯定赞美这个布林肯说Well done，干得非常好，然后又说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中美现在关系总算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结果他这一张嘴管不住，真的就是管不住，真是不好。古巴如果中国大陆在那边设军事基地的话，我讲不是间谍组织，军事基地，坦白说我一点都不意外，而且本来就应该设，不但在古巴设，委内瑞拉也要设多米尼加拉等都要设。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在菲律宾也设了军事基地，在日本也设了军事基地，在韩国也设了军事基地，美国也到处设。坦白说，美国在古巴也有设，对不对？也有设。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周边多设一些军事基地是一个刚刚好而已礼尚往来那你在我家周边设，我迟早在你家这边来设，我觉得这是很正常。台湾有一些媒体因为很绿绿到在炒作这个越南的问题，坦白说，显得他对国际知识的无知。为什么呢？炒作万安滩这个没有意义，为什么？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今天大陆有一个新闻，就是越南的总理接受中国大陆的邀请，去天津参加这个夏季达沃斯论坛，接着要到北京跟李强会有一些会谈，会有一些访问，然后会有很多的合作计划。越南前段时间才赶赴到这个大陆去，然后希望大陆能够供应他用电大陆也给他电了，而且呢，越南一直希望中国大陆帮他"一带一路"建立起来。那中国大陆目前来讲没有同意，所以我觉得炒作南海的问题简直是太没有国际知识了黄教授，大家外界比较疑惑是，如果根据白宫官方宣布的步骤了接下来还有很多官员商务部啦等等那么多官员还要继续访中，同时也要促成拜登跟习近平的会面的话，那这个时候拜登又突然冒出来这种批评跟谴责，是真的对成果不满意，还是真的情绪性，还是他是一时失控而已？这个去过政治选举场合的各位，像主持人也是就会知道有时候会有一种莫名的激情，特别看到群众在那边簇拥的时候。所以我不知道拜登他是因为整个这个气氛的关系或者是他本来就准备要讲这些话，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他这样讲习近平不是第一次了，他之前也讲过几次，但是呢，我们看到后面的这些，包括拜习通话，然后见面，然后包括这一次布林肯到北京，
所以我个人会判断啊，除非拜登继续紧咬着什么独裁者啊，然后这个习近平很丢脸啊，像这些，除非拜登继续咬这个，不然的话，这个大概失言风波就这样过去了啦。我会这样认为是失言，对，因为定义在这里就过了。对，因为很重要是说，不只是今年11月的 APEC 在美国，其实今年8月的 G20， 9月在印度也是一样啊，这两边领导人都可能会见面的，所以其实双方在领导人见面之前的这些铺陈，包括布林肯去，甚至不排除秦刚在8月或之前去美国等等的，这其实都是为了双方领导人未来面对面的谈话所做的一些外交的准备啊。不过说实在啦，这个拜登这样讲啊，其实包括有人说是因为布林肯在北京受到了一些屈辱，但是不是有受到一些屈辱呢？确实，你从这个座位的安排来看起来，我们之前都看过，那个确实是没有像过去一样，这个习近平坐一边啊，布林肯坐一边。但是拜登他的这个政府的前一任叫川普。川普常做这种事情啊，这个像我记得今天才看到回想到一个照片，这个前南斯拉夫联邦塞尔维亚，他的总统坐在那个小小椅子，然后川普做一个好大的这个董事长椅，还不是就这样讲话了？给他小板凳。对，那当然中国大陆这样做是不寻常，可是我们也要知道，所谓的什么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吐痰外交啊，这个我觉得又太过了，因为讲话这个人，这个 McFarlane， 他以前当过3个多月的美国国安副顾问，他就是川普一上来第一任，各位记得有个叫佛林，后来说什么有通俄门的关系，什么4个月就下去了，就走了。那 McFarlane 他就是这时候就跟着就下去了，而且他的这个行事作风确实，其实我们如果看他过去一路走来，其实他讲这个吐痰外交一点你也不会意外，非常激烈。譬如说，各位还记不记得这个维基解密的这个主要人士叫亚桑奇？这麦克法兰直接说，这个就是美国应该是恐怖分子啊，大家都把他当成是一个资讯揭露自由、冒着生命危险的这样的一个人，结果他说他是恐怖分子。还有呢，还有一个是普丁，麦克法兰很好玩哦，他说普丁应该得诺贝尔和平奖，但不是因为乌克兰问题啊，而是因为普丁在叙利亚内战的时候表现了想要去把这个内战的状况平息，普丁应该得诺贝尔和平奖。你可以发现他讲话其实常常是火力四射，而且会讲到你想不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其实说实在，你看习近平跟布林肯握手的时候，各位看公开那张照片，习近平其实是带笑容的，所以不像习近平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他是不笑的。所以那个笑跟不笑之间，其实我们可以读出来一点点，就是说至少啊，中国大陆对布林肯愿意到北京去访问，而且美国一直释放说我们要来，我们要来，我们要来，还有后面很多官员会跟着来。我觉得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觉得至少他的面子，中国大陆面子没有失，而且中国大陆可能目前占的是所谓的这个占上风的一个位置。彬哥本来这一次至少双方有善意是必然的嘛，不然不可能有这次的访中。只是访中之后有什么成果，显然在国防沟通这一关还是没有过。但马上就放什么古巴，中国要建立新训中心啦，然后拜登来痛批，又会不会让双方的关系又更紧绷了起来？这个就是中国大陆为什么不愿意跟他重新恢复军事沟通管道的原因，因为他知道你美国说一套做一套嘛，我跟你沟通也没什么用啊。今天跟明天讲的又不一样，因为你每次来获得我的承诺之后，你回去就做另外一些事情。那请问一下，我们这样讨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完全没意义，浪费大家的时间。那本来布林肯这次去中国大陆，他自己也知道会收效甚微，因为他最重要的目的没有达到，只勉强可以说至少稍微缓解了一下过去这几个月非常紧绷的一个情势。可是问题是，拜登这个垃圾话一讲，结果连这一点都没了，就是大家要重新回到原点，重新开始。那请问一下，这不是浪费时间跟精神吗？那我不赞成现在叫做冷和平啊，我觉得根本就是冷战了。那现在哪有什么和平可言啊？讲实在话，在经济上双方不是在斗争吗？在军事上双方不是在对峙吗？然后你放话一下，我放话一下，请问一下，这跟和平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根本没有什么和平啊。所以我觉得已经进入冷战时期了，这没什么好讲。只是双方因为对对方都有所顾忌，而且说真的，现在战争对大家都不利，所以彼此都不愿意直接真的发生冲突而已。那但是如果美国还是持续的这样步步紧逼的话，我说真的，战争我认为很快就可能会出现，这是没有办法去防止的。那至于说在古巴这个东西哦，你看这一个消息在布林肯去之前就放出来，然后布林肯出去离开北京之后，他会继续讲。那
我讲一个实在话，假设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在古巴建了基地，或是即将要建基地的话，美国的反应会这么轻微哦？我才不信呢！你记不记得之前也不过是跟所罗门群岛啊这些太平洋的岛国谈一谈，美国就已经跳起来了，就赶快找澳洲，我们大家来干涉。假设真的已经进展到这种进度的话，我看美国早就已经严重警告古巴，你敢这样做的话，我就怎么样了？大家忘记当年的古巴危机是怎么回事吗？所以我根本认为这个是，也许双方有一点初步的接触，但是美方放这个消息主要是要告诉中国大陆你在做什么，我知道哦。你不要再过头了，再过头我可能就要跳起来了。那可是问题是，现在因为已经进入一个新冷战时期，所以你过来我就会过去，这是很正常的。那你会跟日韩合作演习，那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在南海演习，我觉得也刚好而已啊。所以就是你来我往。那很多人以为说越南会去跟中国大陆对抗，你知道越南跟俄罗斯关系很好，然后越南很多在经济上又要依靠中国大陆，我觉得只有傻瓜才会认为越南会选在这个时候跟中国大陆翻脸。的确，在这个区域当中哦，对于美国来讲，想要掌控的周边的趋势，其实越来越难，尤其是他自己国内的选情也很复杂。对于拜登来说，他的儿子Hunter 认罪喽。那么关于这个认罪的项目，却也是当然有所挑选。他挑选认罪的是非法拥枪，还有逃税，达成认罪协议哦。由于他那个没有办法在2017-18年收入超过150万纳税表积欠啊，没有给啊，这当然就得认罪喽。所以包括持枪这些罪名，为了要避免入狱，就认罪之后可以最高判处12月监禁嘛？哦，现在即将进入审查前的这个改造，就说因为他指控因此被起诉。拜登怎么说自己儿子认罪这个事情呢？他说他感到骄傲。看看这个谈话。Any reaction to his guilty plea? 我觉得好像很难骄傲，就好像如果陈致中洗钱案，陈水扁会感到骄傲嘛，就有这种尴尬的感觉。所以会不会影响他选情？大家想会不会冲击拜登选情？他说他为儿子感到骄傲。他认罪了之后呢，接下来达成协议。白宫发言人说，总统跟第一夫人都爱他们的儿子，并支持他持续重建自己的生活啊，对选民也要重新交代吧。而川普呢，更是也不遑多让，37项被起诉的罪名里头，现在却让他一样有高声量，大声在媒体上面，包括各种社群媒体也都发言批评腐败的拜登司法部给了 Hunter 一张交通罚单而已啦，让他准轨去啊，就可以洗清数百年的刑事责任。而他自己的37项联邦指控，8月14号也会开始开庭审理。但是很神奇的地方是，他的民调支持度在美国这个拉斯穆森的民调里头仍然领先拜登，而且是45百分比支持川普，39%支持拜登，12%人希望有其他选择。所以这两位到底接下来选情，当然还是有一番缠斗。而拜登的外交呢，是不是超越季星级？那这个是一个媒体的形容词，教授笑得很开心啊。拜登说啊，我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了解不亚于任何现在还活着的人。包括季星级啊，这是我在过去207年呢，207年哦，毕生从事的事业，高龄。然后法国的马克宏他怎么说呢？他说啊，这个欧洲能够生产什么要买什么，不要买什么货架上的东西哦。他指的是美国跟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意思是什么？他要有更多主导跟独立性，不会跟着美国走，不会过度的依赖美国，所以金砖峰会8月就要举行了。马克宏希望呢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而其中法国的外交部长科隆纳也说希望他受邀之后成为金砖国家受邀的西方领导人，他参与在南非里头，就是产生一个新的创新模式，走出西方世界跟美国不一样的道路，马克宏正在实现，所以法国立场还变了哦。包括法国决定支持乌克兰怎么样，要加入北约。前阵子不打起来了之后，乌克兰就问那美国我们可不可以加入北约嘛？美国不是立刻就否认，不行，不能加入嘛。但现在法国居然支持了，但北约7月峰会已经正式表示，秘书长说不会邀请乌克兰加入了。而在德国的部分呢，看到了德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去访问了德国，那么德国怎么对待他？肖兹是非常高规格的迎接，
第7轮的政府磋商登场了哦。这个大阵仗当然包括了红地毯，就是布林肯去中国没有等到啊，红地毯啊，军礼迎接。同时呢，对于这个欢迎当中产生的一个效应是什么？要避免依赖中国之外，同时也把德国的商品多元化、去风险。但是虽然不能过度依赖中国，但是也没有要跟中国脱钩啊。这个代表就商业的合作事项来讲，不会像美国要切断供应链这样的做法。而李强公开的发言则是表示投资人很重视去除风险，他想大多数的德国产业不会把中国当成风险，也不会针对中国进行去风险化的行动。那么显然在这趟访问当中得到的对德国给他的高规格对待，就会让企业界相对的把这个风险的评估跟担忧给降低了嘛？我觉得美国现在其实有点悲哀哈，因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啊，一个国家元首，他是如此重要啊，他的品德也好，行为也好，他是要做全民的一个表率啊，所以基本上在道德上不应该有太多的瑕疵。现在有一位这个网络声量非常高的川普，他却是一个犯罪嫌疑人啊，要被起诉啊。另外一个现任的总统啊，他本身的家庭，他的目前唯一的儿子啊，却一直涉及到犯罪的事情啊，也涉及到通俄门等等。那甚至有前情报局的官员，他们都出来说，当时他们确实掌握有他的证据，然后是被拜登压下来等等。我觉得一个犯罪家庭，然后拜登挺自己的儿子是一回事，可是儿子还是要教育啊，不能只是一昧的宠、挺、纵容、姑息，让他变得越来越坏。应该要教育，要约束。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应该要做的事。而他的这个儿子这个负面的形象声明实在是太多了。那现在他的认罪是因为要逃避刑罚，而不是他勇于面对他的错误。我觉得拜登连这一点都分不清楚，这个实在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拜登自比自己不比这个季辛吉差，甚至超越季辛吉，这我完全不能苟同，一点点都不能苟同啊。可是他活得也太久了啊，因为他说他207年都在研究外交问题，这一点我也完全不能苟同。因为他还没有活到207年所以我完全不能苟同他的2件事情。第一个，他没有活到207岁他现在才80几岁那还没有到那么老。那第二个呢，他没有办法超越基辛格。基辛格当这个政要的时候呢，他是有效的让美国的朋友越来越多，就是联俄抗苏的时候，联中抗俄的时候，他让美国的朋友更多，而拜登他却让他朋友越来越少。他现在只剩下英国、日本、韩国，寥寥可数。我们看到纽西兰去中国大陆访问因为26号就去了，纽西兰的总理。澳大利亚就是眼巴巴的希望能够接到邀请，能够去访问。那现在的加拿大也开始在转变了，加拿大的驻北京的大使也开始在转变论调了，说不能够再这样一直抗中，没完没了的抗那你看他的兄弟他的安格鲁萨克逊族的3个兄弟已经跑掉2个，只剩下半个，然后还有一个死贴着这个拜登的，那只剩下英国了。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欧洲呢？欧洲的2大国，一个是德国，对不起，李强来，我给你红地毯。高度领域。法国更有趣了，法国离得越来越远了。法国说：“对不起我们欧洲的国防的，既然预算都已经达到 GDP 2%，那欧洲人就买欧洲的战机，不能买美国的。”然后他还批评德国人说：“你的防空系统怎么可以把美国跟以色列引进来？当然要用我们自己的欧洲的产品嘛，所以要离美国要越来越远，这钱不能让美国人赚。”英国人说：“我的国防部长要当北约秘书长，因为北约秘书长10月就要卸任了。”这个马克龙说不行，因为北约秘书长只能欧盟人干，不能够非欧盟人做。你是安格鲁萨克逊族，你不是欧洲人，你是英国人，你是安格鲁萨克逊族，你不能够加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离美国也越来越远，德国也慢慢越来越远，欧洲很多国家像匈牙利就更远了。我觉得
如果说拜登他是比喻季辛吉的话，人家季辛吉的朋友越来越多，但是问题就在于你拜登你的朋友都跑光了，你真的能够比季辛吉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当美中的访问，布林肯国务卿访问了中国之后，想不到回国之后，拜登讲了一段话。他在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公开批评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哦。所以呢，中国大陆外交部最新的消息，刚刚也做出了回应，是由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回应的。他说，美方有关言论极其荒谬、不负责任，是公开的政治挑衅。显然，这个美中关系还很难真的破冰吗？这个中国大陆过去对拜登所谓的独裁者或者他不是一个懂民主的人这样的一些评论，其实中国大陆基本上冷处理。但这一次在拜登一讲完之后，中国大陆外交就透过外交部的发言人系统，说实在已经是把层级降。因为如果拜登他对口是习近平嘛，习近平不会亲自回应说你怎么说我独裁。那再往下走，可能就是外交部长，但外交部长或是他的副部长也没有出来，他真的是用了一个发言人的位阶，但是已经很明显的表达了中国大陆对于拜登数次把习近平讲成不懂民主、是独裁者这样的一种说法的一个不满。所以我想白宫那边应该会很清楚的接收到这个讯息，拜登应该会收到。那对于两边的关系，我觉得拜登讲完习近平这边外交部发言人在回敬之后，我个人估计应该就到此为止了，因为要回到正轨，就是把布林肯还有他到北京之后铺垫的一些东西会继续做下去，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外交的插曲啦。但是确实我们看到了一个很让人吊诡的情况，就是拜登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在这些地方一直去刺激北京。那不知道拜登到底是有计谋的呢，还是他根本就是？因为你刚刚认为他可能只是失言，但显然中方没有让他失言轻轻带过，还有正式的回应。因为他之前讲好几次了嘛，那中国大陆总应该有一个正式的表态，让美国知道中国大陆已经逐渐失去了对所谓拜登失言的耐性了。就算是这样，那所以美国对于其他国家的影响力，盟友之间，像法国、德国，对，像法国，法国其实就很好玩。你看他最近他说那个法国的这个世界这个 Le Monde 说，这个法国开始觉得乌克兰应该可以加入北约了，但是法国一方面又说，我要去列席金砖峰会，这都是后者这个是不是美国想看到的？可是法国他想做就做了，因为他也知道他不能只跟着美国跑，还有包括德国也是啊。德国肖兹是第一个去访问北京，就今年访第一个这个西方的领袖，然后呢，他也欢迎李强去访问。当然，这个包括军乐、红毯，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德国它真的很独立自主。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在14号就发表了一篇这个报告，说这个中国大陆虽然说是伙伴，但是也是威胁或者是竞争对手。对不起，竞争对手。然后像昨天也发表了一个国家的这个联邦宪法的办公室说，这个在相关的这个中国大陆的间谍科技跟经济间谍方面，中国大陆是德国最大的威胁。所以我觉得法国、德国的这个越来战略自主的这个状况会越来越明显。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美国大选也在即，当然两位候选人可能的拜登跟川普同样都有各种官司，包括自己或者是儿子在当中。而拜登最近的言行的确又还蛮特别，让媒体抓了很多文章可以来做形容。你想想看嘛，他对他儿子都认罪协商了，他也为他感到骄傲，所以他对自己感到骄傲有什么好奇怪？他会觉得自己胜过基辛格有什么好奇怪？这都同一个逻辑出来，表示他头脑非常正常。只是那个207年，我到现在找不出一个合理解释，因为美国立国到现在247年，这个207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拜登恐怕自己要去仔细想想清楚，美国的外交在他手上恐怕是一个空前的挫败哦。我觉得不要说去跟季辛吉比，恐怕以最近这20年来，美国很少遭遇这么严重的失败啊。没错。你要知道，季辛吉当时刚赖老师已经讲过，他是用三角外交成功的把共产集团裂解了，然后把中国大陆拉到他这边来。
结果你是把人家送作堆，你是把这俄罗斯跟中国大陆送作堆，紧密结合。对啊，这完全相反的操作。各位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节加入我们一起讨论国际以及国内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教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汉斌斌哥，主持人好，大家好。政大外交系副教授黄奎博。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来看看整个选战的议题里头，很多其实都跟民生息息相关啊，尤其是在这个卫药案里头，更是让很多的家长产生了恐慌，那让幼教老师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无所适从。所以当这个不止停卫药这件事情，本巴比妥这个可能影响的后续效应呢，烧到赖清德大本营吗？高雄也有4名医师被发现不当用药。不过呢，说实话，这个在官方的动作，相对在高雄市政府这也是快的，马上证实有上百人受害，安排70个人就医，然后让4位医师立刻停业哦。那么侯办就批评民进党双标啊，那高雄有这个卫药案，你们就没有来批评，就来批评我们新北吗？陈其迈说，解决人民问题，让民众安心。郑文灿说，哎呦，没有必要以孩童健康作为牺牲品。但是，一开始打卫药让大家恐慌、牺牲孩童权益的，不就是民进党吗？甚至不是一个立委跳出来喊人家这个药品检验出来有多高多高，证明最后都是阴性，都是 gay 吗？所以当所谓谁才是让卫药案变成让孩童牺牲品这件事情，民众就可以来做判断了。而农产品呢，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凤梨世家销售到大陆去这件事情因为农民们苦啊，他们被禁下来之后，今天我们的相关数据统计，我们的外销已经9连黑了，而其中农产品更是重要的受伤的一个区块哦。那么当恢复凤梨世家输入宣布了之后呢，其中呢当然只针对台东特25个左右的这个厂所出产的产品，关于这个药品啊等等检验符合，农委会立刻就酸啦，他说开放比例这么少的话，根本就是利用经济利益在分化台湾吗？其中25家果园、3家包装厂，占我国凤梨世家产业不到3%，甚至卢委会平常也不讲话没有出现，这个时候出现了，他说在歧视其他县市农民啦，在分化台湾啦，统战作为。但是呢，台东这个解禁的过程当中庄瑞雄也拿来做文章好多民党人在做文章，说拆虾海峡论坛深宫护体虫都不见了那2年前郭国文说就是用一个莫须有的名义断绝水果输入，郑运鹏说现在就是用海峡论坛做利多，现在开放就表示他之前不应该禁止等等，这么多的言论，可是其实凸显的只是这些政府官方没有作为，让农民得自己想办法吗？所谓苦撑638天恢复，释迦农感动到流眼泪是为什么？因为呢，被检验出里头有病虫害嘛，这个病虫害不符合国际标准的话，在中国大陆也同样的标准来检验你的时候，所以不接受可以进口，所以不是从源头不应该去解决吗？解决杀虫包装的问题吗？结果反而现在好像解决了问题的县市台东自己去解决了，包括跟农民一起合作如何去解决问题，现在反而被国台办因为点名特别来感谢夸奖的是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还有台东县长饶庆铃，就变成是民进党口中的统战对象喽。陆委会很不满啊，那么甚至酸民进党，其实现在这个风向不是他们说了算的。对民众来讲，很多粉专都说这个民進黨没有用他根本没有帮这些政策把关，没有帮农民做事，下台刚刚好而已那么所以郑克爽就说啦，饶庆铃盼望能够恢复输入，寻求在陆委会这里的协助、农委会的协助，但没有啊。陈时中只说这件事情会让落入中国禁销的目的完全架空，所以你看最后走出来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用提出管理系统，然后包装厂也是特别由台东县政府独立去访视合格的这个规格跟标准获得了同意，所以这件事情告诉大家，能够真正让两岸促成一些交流跟合作的会是谁呢？显然，这个中央只有想到担心会有这个所谓被统战的问题，而没有办法具体做出任何的做法去帮助农民。那柯文哲昨天对于服贸有一些新的看法，来听听他的谈话。两岸监督条例在立法院躺多久了？从太阳花学运以后说要设到现在，应该执政几年，7年了，该通过法律
也没有通过啊。10年前蔡英文还跟马英九辩论要把ECFA法反对，要不然蔡英文就把ECFA法废掉算了。服贸 ECFA 现在变成柯文哲现在也拿来检验民进党的一个标准，不过大家也没有忘记哦，民进党就喊啊，民进党说你过去不是主张不是这样的吗？过去是反对，尤其是在太阳花时代是反对服贸的啊。那么2014年当柯文哲跟游锡堃、柯建明一起在立法院静坐的时候，抗议服贸黑箱啊，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吗？那么两岸需要更多交流了吗？当然，柯文哲自己要说明自己心路历程的转变，为什么现在觉得可以，过去要坐在那里一起抗议呢？还有一个标准，当然有没有选票才是他的标准，年轻选票能不能拿得到？港媒在做一些评论的时候，认为绿营要借服贸给精准的打击。中评社的分析哦，民进党要。柯文哲如果喊出重启服贸，对于效应可能是什么呢？因为他民调攀升了，尤其是在年轻选票20到39岁，在年轻选票经过7年之后，把这个服贸要挂钩这件事情抹红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年轻选票也发现了，在两岸交流对于这个年轻市场来讲也是有票的话，才是柯文哲这个转弯的重要原因吗？彬哥，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卫药案发展到现在，绿营是自己的锅反而越烧越大。那高雄，明明已经你们牵涉到至少100多个小朋友，那整个包括成人用药的话，可能上千人，而且这个延续多少年，其实到现在没人知道。那请问一下，高雄市政府到现在为什么不公布那4家诊所的名称，不公布那4位医师的名字？为什么不公布？高雄市卫生局到现在都死都不愿意公布请问一下为什么？你公布不是比较能够让民众安心吗？但结果你就不公布，不公布的结果是大家在那边乱猜，就现在很多无辜的医生也受到连累了，因为很多民众怀疑说，是不是你最近这个医院没开业，是不是你被抓了？停业了？对，结果人家只是休假或者干嘛，那不是倒霉吗？所以你们这样子遮遮掩掩的藏匿在干什么？结果呢？卫福部也好，中央也好，对高雄一片好评。高雄干得好，做得很漂亮，网军也开始在那边吵。那实际上，高雄市政府是隐匿消息没有公布，为什么不公布？你告诉我，你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嘛？完全没有。然后郑文灿现在出来了，我们的副院长出来做谁喊捉谁，从头到尾在政治操弄是谁？就是民进党，根本没在管整个事情到底小朋友的安危应该是摆在第一位。结果呢，你们在那边鬼扯一大堆，目的就只是要攻击政敌。还纵容那一些乱七八糟的毒物专家在那边讲什么零检出，结果今天被你们自己的事实查核中心打脸没错，根本没有零检出这回事。那请问一下，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所以民进党就是一群说谎专家，就是一群骗子。然后呢，好不容易透过海峡论坛，这一些地方的县市长想尽办法去跟中国大陆谈好了，至少他们地方县市的东西可以先进去了，你们又不爽，又不高兴了。实际上，饶清你要去之前，民进党就阻止，就不让他去。结果后来因为挡不了，只好让他去了。为什么要挡？就是因为他知道他去会谈成嘛。然后这些人开始酸言酸语，说如果你现在就会开放的话，就是政治操作，表示当初你根本就不应该进。我想请教你们这些人有这种论调的，包括庄瑞雄，包括这个郑运鹏，请问一下，你的意思是说，经过这么久的时间，我们的农民一点都不会改进，就是了我们农民还在那边摆给他烂，我们就不可能符合人家的标准，就是了吗？你是在告诉我们大家，台湾的农民非常怠惰吗？这是你郑运鹏的意思吗？还是庄瑞雄的意思？你在侮辱我们的农民吗？他不能够改好到让对方可以接受的水准品质吗？所以这些人满脑袋除了政治，老实讲，我也不知道这些人活来干什么。说真的，现在很简单嘛，你农委会办不了这件事嘛，你政府办不了这件事嘛，你陆委会，老实讲，你们根本就是个废物单位嘛。请问一下，陆委会，你们在蔡英文执政到现在，你们干过任何一件两岸沟通的事情没有？完全没有啊。那农委会呢？你有帮助到我们的农民吗？你在害死我们的农民啊！结果还好意思出来讲，人家办成了，你办不成，你出来讲话，笑死人了。然后讲，就算是统战又怎么样？这个统战对台湾有利有什么不好？对不对？如果这个统战的结果是对台湾人有好处，为什么不要？那同样的，如果你要讲统战的话 ，ECFA 也是统战啊，你为什么不废掉？你告诉我为什么？然后现在柯文哲讲了一句，柯文哲讲的是事实啊，两岸监督条例是谁提出来？是民进党提出来的。然后现在洪申翰这种人跳出来讲说你重新就提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洪申翰你要不要回去查一下你的电脑，查一下你的记忆？当初民进党可没有反服贸哦，当初民进党反的是黑箱。
所以才会说要订立两岸监督条例哦，是因为这样哦。你忘记了吗？洪申翰，还是你害怕想起来？民进党当初一直口口声声讲，他们参与太阳花运动不是为了反服贸，只是要制定两岸监督条例而已。这个大家都记得很清楚的，才几年啊？洪申翰老人痴呆了吗？所以民进党就故意的，就把台湾人都当金鱼脑，以为这样随便糊弄一下就可以骗。谁是太阳花的叛徒？民进党就是太阳花的叛徒啦。如果民进党要没有背叛太阳花的话，你为什么到现在 ECFA 还存在？啊，你告诉我啊！所以我觉得现在事实摆在眼前，台湾如果让民进党继续执政下去的话，就是一团混乱，跟对岸就是搞不定，然后我们的农民、我们的渔民就会遭受损失。那请问一下，这是台湾要的结果吗？一个火车对撞，到最后整个岛变沦为战乱之地的这样一个岛屿，这是台湾人要的结果吗？所以我觉得台湾人真的该想清楚。农民在苦这638天，外销被禁了之后，请问农委会做了什么？的确，两岸之间是没有沟通机制的，连到底检验标准可以怎么调整或怎么改善都没有办法讨论。那么说要拓展其他的销售管道，显然农民也等不到太多的帮助。所以现在地方政府努力啊，过关了，却讲你们被统战，选择性的在被统战。国民党怎么看？国民党其实在这方面从过去到现在做蛮多事的。我过去也曾经在党中央服务过，兼任副秘书长。那时候就有一些私校的校长跑来找国民党中央，拜托国民党中央促成赶快把陆生放进来，扩大陆生的名额。当然，因为国民党就30几席嘛，在立法院其实能做的很有限。但是呢，我们相关的这个党务同仁也跟这些校长聊了很久，也知道他们的想法。但是国民党，我只能说，这个没有中央执政，立法院没有多数，真的只能慢慢的推。你看，像这一次农产品，我们才推一个凤梨世家，就这几个，你看磨了多久？夏立言副主席去了1次2次，然后慢慢把这些谈成。而且刚才讲了600多天呢，600多天，国民党帮了什么忙？其实因为主要的这个幕后的功臣之一是邓代贤。邓代贤他以前这个也是这个海基会的经贸处处长，现在是海贸会的秘书长。他其实帮忙居中串联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单位，把这些怎么样去符合中国大陆所谓根据国际标准而设下的这些条件，我们一个一个把它突破。然后我们把这相关方案写清楚之后，我讲了我们没有包括政府哦，是国民党还有这相关的果农啊、地方政府、对民间对。民间还有地方政府把这些相关的具体解方一个一个写出来之后，拿到中国大陆跟中国大陆相关单位去谈，这样子符合标准吗？一个一个谈完之后才过关。所以你看，这真的是民间自救会啊！但努力了这么久，他说你们就是选择性一个海峡会就过关了。对，但是你中间600多天，政府可能睡着了啦，或者疫情，政府也在这个很多主管啊，在这个家里面不敢出来。我觉得政府有个心态，好像变成说，这件事法律规定只有我能做，所以呢你们不能做。可是现在看到就是说，政府现在做不到嘛，做不到民间才自救啊，不然的话我们花这个纳税钱，本来就是应该政府官员帮我们做这些事啊，结果我花纳税钱，我还要自己去忙东忙西，把这个事情把它处理掉，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荒谬的事哦。而且你说这个时机到底对不对？现在两岸关系不好。人家就事论事，把这个凤梨世家问题解决了。你说有政治阴谋，那两岸关系好的话，是不是还有别的借口？两岸关系好，哎呀，这个根本就是木马屠城啊！那都是随便人家讲嘛，甚至还有说啊，这给一点点啊，好像你都受人家政治分化了。那如果人家放的比较多呢？那人家放比较多，是不是又说人家政治分化的更严重呢？所以我觉得好像的话都是。这个政府这边或者政府的侧翼在讲啊，但是没有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哦，屏东还有一些石斑鱼，还有凤梨，这些都还没有解决哦。对，这一个一个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哦。政府各个中央大员在这边说3道4啊，讲这些地方政府，讲这些民间政党，我觉得这个心态真的必须要检讨，而且我觉得人民不会忘记政府这样子带忽职守，让民间地方政府自己去。自救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事实，这让我们想起疫苗想想看，疫苗那时候政府也是买不到了，民间想要去买，就说啊，你们是劳共同路人，或各种原因。那现在是农产品也一样，地方政府当然只能帮自己地方上的这个农产品来合作，就说啊，你看没分化了。民进党他基本上就是不希望两岸好，这是他的根本原则。
而且希望两岸之间相互的仇恨、敌对、敌视这样。但是呢，所有的好处他都要啊，例如说我们的 ECFA 对台湾的企业民众有利，他也要。但是问题就在于他又不敢讲，然后你也看到他当初反对，但最后他继续在做，这就是民进党永远是这样。他没有能力解决两岸之间的问题，他一点能力都没有，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其实就呈现出一种无能、失能、失职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看到了，事实上中国大陆提出来的，为什么农委会不敢告？当初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告，到最后不敢告，是因为人家拿出证据来，而且这是国际间的标准，国际间的规格。然后呢，农委会自己无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一个沟通的管道跟大陆去磋商，没有。好，现在好不容易台东县的县长，现在我看到云林县的县长，他也要跟进了。我觉得标准这个都是好事情啊。也就是说，你今天你民进党政府你什么都不做，而且你只会恨中国大陆。然后我现在台东县的县长，我云林县的县长。我要解决我的农民的问题，我要符合国际间的规则，所以我跟农民之间沟通了以后，我们建立一个这个安全的检疫机制，我们建立起来了，没有问题了，我们开始跟大陆那边进行沟通，可以透过国民党，也可以透过个人啊，不断的在穿梭沟通中，大家都觉得你已经符合规则了，也都符合标准了，那 OK 啊，那就请你进来了。那一旦可以进来了以后，你民进党一看到，当这些农产品可以进中国大陆的时候，凸显出民进党的无能，是凸显出民进党的失职，凸显出民进党的坏。在这个时候，他恼羞成怒了，就说你被中国大陆统战。那现在的情况是柯文哲，好，不管柯文哲以前他反对服务贸易协定，然后他现在支持赞成服务贸易协定。那你服务贸易协定通过以后，接着就要谈货物贸易协定。其实台湾现在越来越多人都知道，原来当初服务贸易协定也好，货物贸易协定也好，这是好东西。而当初反对的是反对错了，那反对错了就改正嘛。可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民进党还是没有能力把服务贸易协定谈下来。更没有能力把货物贸易协定谈下来，所以民进党是根本就是无能，根本就是失能失职。在这个时候情况怎么办？又反过来，只要谁支持这个服务贸易协定或者货物贸易协定，就给你贴标签，就可以攻击。其实再就凸显出民进党的无能。我觉得孩子的问题是这样子。市民的健康、小孩的健康，其实不应该有分，不可以操弄的，对，不可以操弄的，不可以分蓝营县市或是绿营县市。蓝营县市就去变本加厉，然后去政治破坏、政治追杀；绿营县市就欲盖弥彰，就想办法把粉饰太平。我觉得这个很坏耶。一个政党不可以坏到这种地步，也就是说，当它造成对市民、对于孩子有严重伤害的时候，只能够诚实的面对，而不是在那边政治操作。